各位健康永驻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德昌，祝大家平安。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非常实际也非常重要的话题，那就是咱们的劳保年金。最近风声很紧，2026年，也就是明年，劳保年金要调涨的消息几乎已经是板上钉钉了，而且这次幅度据说非常可观，预估最高能达到 7%， 甚至 7.5%。你想想看，这意味着每个月可能多出1500到2000块钱的买菜钱，这可是活多久领多久的终身加薪啊！但先别急着乐，我得给你提个醒，这次调涨啊，可不是人人有份的，只有特定那么5-6个年度退休的朋友才赶得上这趟车。所以现在你最要紧的事，就是赶紧去把压箱底的那张劳保核定函找出来，或者好好回想一下，你到底是哪一年开始领这份年金的？这直接决定了明年你的银行存折会不会悄悄变厚一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这1-2年的日子好像过得是有点紧巴巴的，去菜市场逛一圈，心里就凉半截。青菜水果的价格蹭蹭往上跑，都快不认识他们了。每个月电费单一来，那数字看得人心惊肉跳，就连去楼下常吃的那家面馆，老板都面露难色地说，不好意思，面条又涨了5块钱。这种万物齐涨，唯独自己口袋里的退休金纹丝不动的感觉，真的让人心里发慌，总觉得钱越来越不经花，生活像被什么东西攥紧了似的。特别是看着新闻里天天报通货膨胀，很多老朋友都会问我，德昌啊，不是说好了劳保年金会跟着物价跑吗？怎么2025年等了1年，1毛钱都没见到涨呢？这种焦虑和无奈，我特别能理解。不过啊，今天我坐在这，就是要给大家带来一个盼了一整年的重磅好消息。根据最权威的数据和精密的试算，2026年劳保年金的调整已经不是可能，而是几乎确定的事了。而且我告诉你，这次绝不是那种不痛不痒，几十100块的小调整，这次的幅度用惊人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最高可能冲到 7% 到 7.5%。你听听这个数字，是不是感觉心里有点底了？那这个百分比落到我们口袋里，到底是多少钱呢？我给您算笔实在账，这意味着您每个月可能会多领到1500元到2000元。这钱可不是一次性的红包，领完就没了，它是每个月都会准时报到，只要你活着就会一直发下去的终身加薪。在现在这个什么都贵的年头，这笔多出来的钱就是能实实在在帮你扛住物价压力，让碗里多块肉，让生活松口气的救命钱啊！高兴归高兴，但我这儿得先设个关卡，把话说在前头。虽然涨是大概率的事，但真不是每个人都有份。劳保局的规定非常细致，有一套严格的算法。根据我们的专业推算，只有特定的5个到6个年度退休的朋友才符合这次的调整条件。你要是不在这几个年份里，可能就得再耐心等一等了。所以眼下最关键的一步，就是确认你的退休年份，赶紧行动起来，去找找那张劳保局寄给你的核定函，或者翻翻你的银行存折，看看的一笔年金是什么时候进来的，这就能到推出你是哪一年退休的。这件事可太重要了，它直接关系到明年你的切身利益。说到这，肯定有朋友要问了，为什么偏偏是2026年涨，2025年干嘛去了？政府发钱难道还看黄历挑日子吗？这您可就误会了，这背后不是随意的决定，而是一套白纸黑字非常严谨的法律机制在运作，叫做消费者物价指数累积成长率调整机制。咱们得先把这套游戏规则搞明白，才知道自己的钱是怎么算出来的。劳工保险条例里写得清清楚楚，当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累计成长率涨到超过 5% 的时候，劳保年金才会启动调整程序。这里您一定要听清累积这2个字，这是核心关键。2025年没涨，不是因为物价没涨，而是因为从上一个调整周期结束后，物价累计上涨的幅度还没涨够那临门一脚，没突破 5% 的法定门槛，所以大家等于是又攒了1年。但是到了2026年，情况就彻底不一样了，加上2025年一整年的物价上涨数据，对于前面说的那几个特定年度退休的朋友来说，他们那个累积池子里的水
不仅已经慢过了 5% 的低坝，甚至可能冲到了 7% 以上。这就好比咱们去超市用集点卡消费，虽然前2年点数没凑够，换不了礼品，但点数可都老老实实给你记着呢，一分没丢。到了明年，就是把这些攒了许久的点数，一次性兑现成真金白银发给你的时刻了。那么，到底哪些朋友是这次中大奖的幸运儿呢？这一段您可要竖起耳朵听仔细了，这可是今天最核心的信息。根据目前的数据和推演，以下这几个年度开始请领年金，也就是退休的朋友，恭喜你们，大概率在这次的调涨名单里。第一梯队的幸运儿是2011年和2012年退休的朋友，你们是这次调整的主要群体，因为你们退休时间早，在这个计算周期里，累积的物价波动时间最长，分量也最重。虽然中间可能经历过调整，但新的累积数据再次达标了。如果您是这2年退休的前辈，明年的调整幅度一定会让您感觉非常明显。接下来是第二梯队，人数也非常庞大，包括了2016年、2017年、2018年退休的朋友。这3年的朋友，从退休到现在，正好完整的经历了最近这一波明显的物价波动周期，累积的幅度在这2年也稳稳的跨过了法定的 5% 门槛，所以不用羡慕别人，明年就轮到你们调整了。最后，还有一个潜在的特别梯队，那就是2022年退休的朋友。虽然你们退休的年份不算太长，但奈何最近这2-3年的物价变动速度较为明显，导致你们的累计数值快速达标。所以2022年退休的您，也极有可能被纳入这次的调整范围。听到这里，如果您是2023年或者刚刚在2024年才退休的新朋友，那可能要先稍微等待一下了。因为你们累积的时间还不够，相关的点数还没攒到 5% 的门槛，所以明年大概率还轮不到。但是千万别灰心，这些点数会继续在您的账户里累积着，说不定后年、大后年就轮到您领这个调整了。咱们的眼光要放长远，知道了自己有没有份。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肯定是，德昌，你别光说百分比，那太抽象了，你就直接告诉我到底能多领多少钱？好，咱们就实打实地算算账，让你心里有个明白数。假设您是2016年退休的老朋友，现在每个月领的劳保年金是2万块，如果最终调整幅度锁定在 7%， 咱们拿出计算器按一下，2万元乘以 7%等于1400元，也就是说，调整之后，您每个月入账的钱就会从2万变成21400元。您可能觉得，哎呀，才1400，好像也不多嘛。朋友，话可不能这么算。您想想，一个月多1400，一年12个月下来，就是16800元。这相当于什么？这相当于额外多领了差不多半个月的年度调节啊。对咱们退休族来说，这笔钱能多买多少日常用品，能多交好几个月的保费，能支付好多回医疗费用了。而且最关键的是，这次调整是永久性的，您的年金基数从此就垫高了，在未来您领取年金的每一天、每个月都能享受到这个增加的部分。咱们再举个更可观的例子，如果您的投保薪资当年比较高，现在每个月领的年金是3万元，那这个幅度就更值得期待了。3万元乘以 7%， 每个月直接多出2100元，一年下来就是25200元。这笔钱都够您和老伴规划一趟舒舒服服的国内旅行，或者给孙辈准备好几份礼物了。那么，这笔让人期待的钱，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落到我们的账户里呢？是不是明年一开年就能看到？这里我得特别说明一下时间点，免得大家到时候空等一场，或者产生了误会。按照劳保局多年来的作业惯例，这类年金调整的正式公告通常会在2026年的5月发布，确认最终的调整百分比，而真正开始按照新金额入账，则要到2026年的6月。这里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细节，也是每年都有长辈被吓一跳或者搞糊涂的地方，请您务必记在心里。明年6月，当您去刷存折或者查看账户明细时，很可能会看到这笔钱是分成2笔进来的。第一笔是您原本每个月领取的旧金额，另一笔则会明确标注为物价指数调整或类似名目的新增金额。
就拿刚才那位每月领2万的老朋友来说，6月他会看到一笔2万元的入账，同时还会看到另一笔1400元的调整金。您到时候千万别以为是银行搞错了，或者是可疑的来路不明汇款，这完全是劳保局正常的行政作业流程。等到7月份开始，这2笔钱就会合并成一笔，也就是每月固定21400元入账了。所以明年6月看存折，一定要仔细看明细条目，别光看个最终余额。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几句，这也是我们健康永驻每次聊到钱的话题时必须反复强调的防诈骗提醒。每次有调整增加的好消息传出来，也正是那些无孔不入的诈骗集团最活跃的时候。他们的骗术现在高明得很，可能会冒充公部门人员打电话给您说，张先生，恭喜啊，您的劳保年金明年要调整了，但因为系统需要更新确认，麻烦您提供一下银行账户密码和验证码，或者骗您需要您去附近的 ATM 操作一下，授权开通调整功能，否则钱无法拨下来。请大家千万要记住，劳保年金的调整是全自动的电脑作业流程，劳保局的系统会根据法定公式自动计算您该调整多少钱，然后自动汇入您一直以来领取年金的那个指定账户里。整个过程完全不需要您做任何额外的申请，绝对不需要您去 ATM 进行任何操作，更不需要您点击手机简讯里那些来路不明的连结去确认或登记。如果接到任何自称劳保局、健保署或其他单位要求您提供密码、验证码或要求操作转账的电话，那100%是诈骗，请您立刻马上挂断电话，不要有任何犹豫。如果有疑虑，直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咱们的退休金是养老的重要资金，是一分一毫都不能让骗子骗走的。其实啊，我们这么关注劳保年金的调整，不仅仅是为了那每个月多出来的1-2千块钱，我们追求的是在这个物价波动较为明显的时代里，一份稳稳当当的安全感。物价变动就像个看不见的影响因素，每天都在悄悄影响我们钱包的购买力，而劳保年金这个跟住物价指数联动的调整机制，就像是政府帮我们安装的一道防护措施，尽最大努力不让我们的退休生活水准被物价波动所影响。虽然2025年我们期待落空了一次，但2026年这次预期中的幅度调整，可以说是一份迟来的回应，是对我们这些退休族面对生活压力最实在的一种关怀和支持。现在，我希望大家听完之后，能做一件很简单但很有用的事，闭上眼睛仔细想想，或者现在就起身，去书房抽屉里把相关文件找出来，确认一下您究竟是哪一年退休并开始领年金的。如果实在找不到文件，就拿出去年或今年的银行存折，往前翻看，找到最早那一笔劳保年金入账的记录，那个月份所在的年份，基本就是您的退休年份了。如果您发现自己不在这几个年份里，也请不要沮丧，请您帮个忙，把今天咱们聊的这些内容转告给您身边那些符合资格的老同事、老朋友、老邻居，主动告诉他们这个消息，他们一定会非常感谢您的这份热心。到了咱们这个年纪，真的没有什么关怀比告诉你一个能多领钱的消息更实在、更暖心了。日子嘛，虽然有物价波动的压力，让人觉得钱不够用，但只要我们保持头脑清醒，掌握正确的资讯，牢牢守住自己应得的权益，咱们的退休生活一样可以过得从容、安稳、有底气。希望明年这笔预期的长期调整，能让各位的餐桌更加丰盛，让大家的眉头更加舒展，日子过得更加宽裕、舒心。我是健康永驻的德昌，我们下次再聊。